注意看，裁判拿出红牌将中国选手罚下场，那是因为他的打法属实有点残暴，再加点无情。日本人的护齿不仅被他打脱落在地上，而且还差点把日本人踢死在擂台上。打法残暴无情不留情面的是来自内蒙的佐尔特赛格，此人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人。在佐尔特赛格年轻的时候，与一位日本留学生有点过节，然而学校竟然偏袒留学生，其后对佐尔特赛格进行处罚。所以那时佐尔特赛格就立志一定会好好练习拳击，发誓会在擂台上将那些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通通打回岛上去。他此次迎战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中原吉树，本来日本小岛就没多大，得罪佐尔特赛格的那位留学生说不一定就是中原吉树的亲戚。中原吉树可是出身于贵族柔术世家，一大家子全部以柔术为荣，以柔术为生计，所以中原吉树断然不会轻易放过佐尔特赛格。佐尔特赛格还未撂下狠话，日本选手却早先一步出言不逊，那就看中原吉树有没有那个本事击败佐尔特赛格。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拳击出身的佐尔特赛格绝对不会在站立上侵扰中原吉树，然而柔术出身的中原吉树绝对不会在地面上侵扰佐尔特赛格，所以中原吉树的短板就是站立对拼，但不能说佐尔特赛格的短板是地面缠斗。看这个佐尔特赛格的比赛，险些付出了自己被足坑沟的代价。那要害怕的中原吉树啊！率先施展暴摔的中原吉树不幸被佐尔特赛格拿到了脖子，被拿到脖子的中原吉树内心非常慌，开始利用各种解套方式试图解开佐尔特赛格的压制。佐尔特赛格可是来自内蒙的一位选手，天生的蛮力足以让中原吉树喝一壶的。真好啊！佐尔特赛格的力量也非常非常棒。这个位置中原吉树称不上有优势。中原吉树呢，必须要通过自己下身的反弹来转换过来，但是呢，使用这个位置不是太好，而且呢，他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头部进行一个拖出。来了，拖开之后的话，还是进入到佐尔特赛格的半防守当中。现在佐尔特赛格对于中原吉树的上肢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到位，以至于中原吉树还没法出拳。是。此时的佐尔特赛格则是实施了最经典的防守动作，那就是限制中原吉树的手臂，尽量不给中原吉树施展动作的机会。力量庞大的佐尔特赛格虽然身处劣势，但利用强大的力量已经成功压制住了中原吉树。就算中原吉树处于压制位，依然无法对佐尔特赛格施展有效进攻和有效的进攻招式，谁也没有办法对对方实施一些有效的打击。是。中原在尝试抽出自己的左腿，但是对方扣的也是比较紧。中原切膝扣腿了，漂亮。但是另外一边呢，又被佐尔特赛格给缠上。是，这个距离可以做一些打击。中原呢，刚刚开始使出自己的使出自己的肘击。佐尔特赛格还是尽量把对方的身体和自己之间的距离拉小，不让对方能够抽出拳头来。没错。被拿到头部的佐尔特赛格丝毫不慌，并没有像中原吉树一样瞎蹦的。佐尔特赛格则是凭借自己的蛮力试图解开中原吉树的断头台。见到此情景，中原吉树内心则是非常慌，看来佐尔特赛格真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这样的蒙古大汉啊，头一回见把对方挂住断头台的身体举起来，然后单掌把对方拨到地面，这个力量上的差距非常大。现在来看的话，佐尔特赛格要比对方力量再强一些了。那么中原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一味的跟对方拼地面？佐尔特赛格呢，就是他的本身是拳击出身的。你看这拳打得真漂亮。后撤过程当中打一个前手摆。哇哦，佐尔特赛格的摆拳太有威胁了，他现在几乎没有任何防守报价，是把手臂往下垂着等你过来。因为他距离现在拉开了嘛，距离拉开之后呢，我现在不担心你通过这个刺拳、直拳能够打到我，但是我通过这个摆拳，我通过这肩膀的摇动、身体的转动，我这拳能够着你。哇！佐尔特赛格可是拳击出身，在战力上绝对不会让中原吉树拿到任何优势，于是就开始对中原吉树发起猛烈进攻。反观中原吉树则是不甘心被佐尔特赛格所压制，对比之下，中原吉树像是用鸡蛋碰石头的蠢货，明知道打不过佐尔特赛格，偏偏还要往佐尔特赛格拳头上撞。
动近身，而佐尔特塞格的话，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进攻重心放在他的前臂上面。又换架了。换架呢，是因为对自己两边摆拳力量的自信，是，而且也方便自己做上步。嚯，这下防摔做得不错哦。身体的控制，下压弹腿，重心极棒。刚刚的这个脚力上面来看的话，佐尔特塞格又占上风了。中原，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怯战了。是，一身的腱子肉，对上这样的一个对手，居然没有任何的优势。是，他可能现在就是往后打呢，消耗一下对面的佐尔特塞格，看看对面体能上会不会有问题。你看，佐尔特塞格手胳膊完全是垂下来的。对，他知道说，最后的时间，佐尔特塞格开始发力，连续的重拳成功将中原极速的护齿打掉。佐尔特塞格拳头的力量真不是闹着玩的，就连护齿都被打飞了。这要是打在中原极速脸上，中原极速的脸会不会被佐尔特塞格打烂？第二回合开始了，中原极速这个家伙果然有两把刷子。虽然在战力打不过佐尔特塞格，但中原极速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足够的抗击打能力，完全可以在战力上与佐尔特塞格大战300个回合。就算挨到重击，也不会失去斗志，照样可以在擂台上活蹦乱跳，也非常的门儿清啊。对，整个人很有信心，很有自信。你看，整个人在场上以一种很轻松的态势，也在减轻自己的体能损耗。他没有太多无谓的这种消耗动作。今天他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比赛的态度，在和中原极速进行比赛。这是红脚选手天然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优势。是，打完之后呢，马上头部下。柔术世家就是柔术世家，战场终究是在地面。进入到地面缠斗的中原极速就跟鱼儿得到水一样欢快，不管佐尔特塞格如何挣扎，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挣脱中原极速的束缚。在地，机会。把位对不顺手啊，换了，转到身后。但是佐尔特塞格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力量再次重新起身，并且再把中原顶到笼边。中原要保护好这段时间他的身上任何可能被击打的部位，因为佐尔特塞格有可能在瞬间扑出的瞬间佐尔特塞格的力量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算被中原极速压在了地面上，也可以依靠蛮力艰难起身。或许佐尔特塞格的必杀技就是他自身的力量，反观中原极速的步伐移动十分诡异，诡异的有点让佐尔特塞格摸不到头脑。连续的撤步，居然完全躲开了对手的抱摔，但是呢，一边腿被控住，单脚脚趾抠住了笼边。这个是算违规的啊。他应该就是他现在只是卡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刚才做了一个双脚蹬笼边的一个动作，对，这个动作甚至是像这 WWE 的这个动作了。此时佐尔特塞格的位置有点尴尬，瘫坐在地上搂着中原极速，然而中原极速也做不了什么动作，只能等佐尔特塞格放松警惕。中原极速毕竟是玩柔术的，在地面缠斗期间就没有中原极速做不了的动作。对手的反应。好，到上位，佐尔特塞格这个位置呢就比较消极了。切西的过腿，佐尔特塞格完全被中原极速骑乘在上身，这时候又一个裸脚，再转过身来。经过调整之后，中原极速顺理成章拿到了其胜位。被压制的佐尔特塞格已经没有过多的余力来反抗中原极速，只能任由中原极速施展动作，等待裁判介入或者是等待铃声响起。
齐乘啊，这位置齐乘的非常深。佐尔特塞格呢也不愿意在下位被动挨打，再翻转自己的身体啊。同齐乘呢现在转成一个裸脚的位置。1分钟的时间。1分钟时间很关键，是如果两个人重新复位回到站立的话，中原结束不会再获得这么好的机会的。但是佐尔特塞格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被动，他呢唯一的反应姿态是控制住中原结束的一边手臂，对方的手臂已经绕在自己的处于被动的佐尔特塞格还在反抗，最起码佐尔特塞格刚才没有浪费太多的体能，给自己翻身留了足够使用的力气。成功逆转局势的佐尔特塞格并没有着急对中原吉术发起进攻，而是急着挣脱中原吉术的挣脱，从而达到回到站立的目的。做足跟勾，佐尔特塞格击打对方的杆区，通过击打来破坏对方的把位。这个角度似乎想做成不是那么容易的。刚才那一脚足以让中原吉术喝一壶，虽然是一个违规动作，但内心还是有一丝爽快。MMA 的赛事规则特别严格，尤其是对头部的保护极其苛刻。最终佐尔特塞格却裁判红牌罚下场。感觉佐尔特塞格打得好的话，请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佐尔特塞格的硬气。